床。现在快晚上8点了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刚一起床就出来上网了。咱们先去觅食，觅完食之后再去上网。新开了一家红焖鸡米饭，新店开业送饮料，咱们去尝一尝吧。14是吧？对。这个冰峰也是送的吗？对。啊，那我拿个冰峰可以吧？可以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可乐是5块钱，今日共消费19元。现在我们准备去网吧自律了。您现在看到的这段视频是一个叫小 A 在上网的人发布的。小 A 在上网啊，是中国抖音和 B 站的一个 UP 主。他发的视频内容非常简单，就是他每天生活的流水账。他每天的生活也无比简单，每天晚上7、8点钟，天一擦黑，他就起床了。他起床之后呢，有的时候抽根烟。咱们先搞根小快乐。哦，没有了。启动后备隐藏能源。走，出去上网，背上咱们行走江湖的小挎包。兄弟们又出来觅食了。然后呢，就出门去觅食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啊，他觅食的内容呢也非常简单，就是在城中村啊那些路边摊里头搞一点吃的。驴肉火烧怎么卖的？8块一个，能帮我拿一个吧？谢谢。有的时候是一个驴肉火烧，加一个凉皮儿；有的时候是一个肉夹馍，加一碗馄饨啊。馄饨是8块钱，小笼包7块，然后这2个加一起是15块钱。吃的时候呢，他还像一些美食博主一样，还告诉大家吃的怎么样，品评一下啊。它这个鸡腿炖的还是挺嫩的，再尝一块，很软，基本就是你一放到嘴里，如果你用舌头用点力的话，其实这个肉用舌头一抿它都化了。而且它这里面都是鸡腿肉啊，它不像有的一些黄焖鸡的店，它都是用那种鸡肉鸡块做的，它这个每一块都是鸡腿，这个还是挺好评的。吃完之后呢，他会到附近的超市里头买一瓶挂壁水，3、5块钱。搞了一个咱们的老朋友挂壁大水。挂壁这个词啊，是他们行业的黑话啊，就形容他们这个特殊群体中间的一种生存状态。它这个水正常的话是2块5，但是如果它冻成冰块的话，像这样，它就贵5毛钱，卖3块。然后这个小笼包是7块钱，猪肉火烧是8块，今日共消费18元。现在咱们准备去网吧自律了。总的加起来呢，大概就是20块钱出头，那就搞定了。这之后呢，他会到附近的一个网吧里的，花16块钱包一个通宵，干什么呢？打游戏。一般上半夜啊，精神状态比较好的时候，打英雄联盟，打名炉；下半夜没精神的时候，在网上看看直播。下雨了又，看起来这个雨应该是不大的，还好吧，不用打伞也得行。哎，回去了，回去睡觉了。到早上7、8点钟的时候呢，这一夜啊的自律生活就结束了啊。自律这个词啊，是他把他这个网吧生活他自己说的一句话。那自律嘛，一般人都觉得上班是自律啊，他呢上网吧是自律，给人感觉到网吧不是去打游戏去了，是去上班去了啊。到了早上7、8点钟，一般人呢，都去起床啊、吃饭呢、去上班的时候呢，他从网吧下班了。出来的时候呢，如果特别饿，买2个包子充充饥啊。回到咱们的豪华公寓了，兄弟们。哇，好吃好吃！兄弟们，吃饱喝足，该睡觉了。大家晚安。大多数情况下，他就直接回到自己的出租屋里头啊，倒头就睡，过着这样一种黑白颠倒的生活啊。就是这么一些简单的视频啊，在过去不到2年的时间里啊，这小 A 在上网啊，积累了70万左右的粉丝，这个数字啊，挺了不起的啊。因为中国现在抖音和 B 站的赛道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卷啊，一般的人想要做出来也不容易，他就靠这种简单重复性非常高的视频，2年时间就积累了70万的粉丝，那还有一些广告收入嘛啊。那么呢，就是这样一个博主啊，最近在8月份、9月份的时候啊，他被全网封杀了。
我们今天啊就来分析分析这小 A 在上网，也包括他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啊，为什么啊会被封杀的故事啊。汪！现在快晚上8点了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刚一起床就出来上网了，因为不出意外的话，咱们是最后一次在这上网了。因为我快搬走了嘛，所以说必须在搬走之前把这边的网费给它花完。这小 A 在上网啊，他自己啊平时拍视频的时候他是不露脸的，他也很少谈及到他自己的过往。但是根据啊他过去的100多个视频啊，我们还是可以啊简单勾勒一下他的过往的经历。他早年啊据说是在一家教培公司工作，培训大家怎么考公务员。但他自己讲啊，这教培行业非常卷呐，工作强度非常大，收入也非常低。他业余时间呢就做视频，做视频号。做视频号好像还能赚一些钱，后来他就从教培的行业辞职了，不干了，专门做视频号，挣了一些钱之后呢，他呢就从自己的亲戚那借了一笔钱，然后呢就开了一个小卖店，就是专门卖一些小食品什么之类的。据说刚开始还挣了一些钱，但是后来啊太卷了，好多人都出来干同样的事情啊，亏钱了，就干不下去了，他就把店关了。把店关了之后啊，他可能是心灰意冷了啊。或许是觉得啊再也奋斗不起来了，从此就过上了一种躺平的生活。之前就有老哥总问我，说是像我这样的生活过久了，会不会觉得很压抑、很孤独？但是我觉得，我感觉人和人其实是不一样的。你像我这种人就是比较孤僻、比较自闭一些。我看这个小 A 啊，从他一开始拍视频就在陕西的省会西安这个城市，但我听他的口音，他应该不是西安人，也不是陕西人。然后我的下一步的话，应该还是在西安的，因为如果要是未来长远考虑的话，我应该会换一个消费水平比较低的城市。但是如果是目前的话，我应该还是在这边。那么他在西安这个地方呢，他就开始在一个城中村里头租了一个房子。然后呢，就每天过着一种极其低欲望的生活。兄弟们，一觉在咱们400块的豪华挂壁房睡醒了，一口气睡到下午6点钟了。这睡到自然醒真是舒服啊！太饿了，兄弟们！我现在因为每天在外面吃饭嘛，所以说为了限制一下热量的摄入，我基本上每天只吃1顿饭，因此每天睡醒之后都感觉特别饿，说话都没劲儿了。然后我在某多上买了一个电锅，等那个锅到了之后，咱们就能在这儿自己做点健康的东西吃了。出去觅食，兄弟们，饿的实在是扛不住了。网吧见吧，兄弟们，网吧见。我已经出来了，兄弟们，又回归表世界了，已经回到存档点了，准备存档了。大家晚安，拜拜。为什么他的这个视频会火呢？也有人给他总结了啊，不是小 A 在上网啊，他呢好像是不故意搞一些人设。那有些网上搞这个类似视频的人呢，总会卖惨，比如说爸爸赌博啊，妈妈重病啊，自己呢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幸的家庭啊。这小 A 在上网的人，他从来不讲这些信息，他就讲他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生。他没有把这个东西埋怨他自己的家庭，甚至也没埋怨这个社会，他就自己失败了嘛。失败了之后呢，我就愿意过这种生活吗？而且呢，他的视频中间我觉得还蛮有温度的。你比如说他拍视频的时候哈，还经常提醒大家，你像我的生活用品啊、行李啊什么的，现在都是在这边的。如果我要是换城市生活的话，那可能很多东西都需要重新买，这个就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。而且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啊，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未来有一天挂逼了可以用得上吧。你如果真的是陷入挂逼的情况的话，其实大城市是比小城市要好的，因为你大城市里有很多干日结的机会，小城市就没有这么多工作。所以说大家如果未来有一天挂逼了流浪了的话，那你尽量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好找日结的城市。你今天给你钱的话，你才能挂币嘛，要不的话月底给你钱没有收入你怎么生活呢？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他在这个视频中间遇到其他的人，他还提醒人尽量不要过他这种人生。
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这种人生并不是特别好的，所以有些人在生活中想要找他，在私下找他也不愿意，他也没搞什么粉丝号啊，甚至他都不开打赏，因为很多人你想想经营这视频号啊，那你肯定开打赏啊，肯定赚更多的钱啊，他没开打赏，所以给人感觉他的视频的内容啊还蛮真诚的。这中间我看啊，他拍这视频过程中间，有些人根据他网吧的地点就给他送东西。粉丝老哥给我带的月饼，他说是从胖东来买的，咱们看一下啊。我靠，这么多呀，兄弟们！这个是什么？坚果燕麦脆，这个也是坚果燕麦脆，这应该是那盒月饼。这个是什么？哎呦，肠炎宁片。我前2天拉肚子，感谢老哥，感谢老哥，太有心了，太有心了，谢谢谢谢。看一下这个月饼，老哥是不是说从胖东来买的？这小 A 啊，收到这些礼品的时候啊，一方面给这些网友鞠躬，感谢这个不知名的老哥啊，这个是89块钱，然后这个是33，我靠，这么多水果，真是破费了，破费了，谢谢谢谢，还是鞠个躬啊，兄弟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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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他把这个水果分给网吧的人，同时他反复提醒这些打赏的人，或者说给他买外卖的人，他说对不起啊，千万别再给我送了。等会儿过来跟我说是我昨天没来，然后有人给我点了外卖的水果，但是我没在，他就给我放在冰箱里冻着了，让我现在去拿一下。兄弟们，你们不要给我点东西了，不要给我点东西，很感谢很感谢啊！我不知道哪个老哥给我点的，但是不要点了不要点了，这样说实话也对这个就是对这个网吧也是会造成一定负担的，你懂吧？这是给人添麻烦。咱们还是别给人添麻烦了。你们要是这么搞，说实话，我都不敢继续来这网吧上网了，兄弟们。我理解你们肯定都是好心，对吧？大家都是好心，但是咱们还是尽量别给这网吧添麻烦了。所以你给你看到，他没有在通过故意卖惨呢来获得网上的流量，这是一个方面啊。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就是这个小 A 上网啊，给人感觉他是人畜无害啊，他从来没有控诉过这个社会。你就比如说，那有些人啊，拍这种视频的时候，话里话外都是讽刺这个社会，对他们不管，比如社会保障机制啦，什么失业啦，找不着工作啦，没人关心他们了。小 A 在上网所有的视频里，我仔细看了啊，通通都没有，从来不涉及到社会敏感话题，既不涉及到国际的话题，比如说也没有讲到武统台湾呐、中美之间的怎么博弈啊，没有涉及，国内的他也没涉及啊。从来没有抱怨啊，没有抱怨这个社会对他的不关心，相反呢，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还自得其乐啊。所以就是这样一种看似平平淡淡的这样一种态度呢，反而吸引了很多人，所以他的视频总播放量达到了1.5亿啊。那么在今年8月23号的时候啊，这小 A 在上网的视频，首先是抖音号，他的视频被下架了。他自己就发了一个帖子，说啊，跟这个管理人员啊沟通没有什么下文，但是 B 站好像还可以继续更新啊，所以他就提醒他那些抖音的观众啊，他这个抖音这边他就不更新了，他只在 B 站这个更新啊。到9月6号这一天呢 ，B 站的这个视频呢也被下架了，他呢就有点懵，他在网上啊还当时跟大家讲要保持乐观的心态，一点抱怨都没有。到9月7号这一天啊。他呢又发了一个帖子，他说啊，不要去努力寻找什么答案，因为我们跟答案没有办法共存。他说啊，我们每个人呢都会生活在具体的事件之中，我们努力生活就行了，早晚有一天，你会啊活出充满答案的人生。这段话实际上还是个典故啊，是德语作家赖内啊曾经给一个青年诗人写的10封信中间的一段话。所以这段话写出来之后啊，你给人感觉这小 A 在上网啊还蛮有文化的，应该说可能还是一个文艺青年。因为赖内啊作为一个德语诗人呢，在中国知名度并不高啊，所以他能引用赖内的话来描述他自己的那种内心的真实感受，那这个肯定不是说普通的那样的人呢能够做出来的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到了9月10号这一天啊，这小 A 在上网。在境内所有的视频全部被下架了，我看啊，他的这个视频啊就被搬到了 YouTube 上啊，重新上架了。
一共有100多个啊。但是我也不知道啊，那些视频啊是不是他搬运的，还是其他人搬运的，我就不太清楚了啊。那这里头啊就挺奇怪的一件事情啊。按道理来讲，你说这个小 A 在上网啊，他发的这些视频啊，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社会危害性啊，为什么也把它下架了呢？这个咱们等一会儿再详细的分析啊。但是我在这里要讲啊，这一次被下架的博主中间啊，不仅仅有小 A 在上网，还有一大批跟他类似的。你就比如说啊，我看到网上也有一个女孩子的博主，叫做网吧少女小青。这网吧少女小青啊，前一段时间我看有个叫张胖子啊，就是跟这个网吧少女小青啊一起来做的视频。今天会有一个神秘的客人啊，来和我一起网吧通宵自律啊。哇，来了，网吧少女臭脚青啊！别这么喊我好吧？你就是臭脚青，你呢？小芳啊，来，我们一起上网吧。我看坐哪里吧。这张胖子啊，本身呢也是一个网吧战神。据他自己讲啊，他在这个网吧里头已经生活了10年，就10年左右的时间里头，基本上每天也是啊，在外面搞点钱，吃点饭，吃完饭之后就在网吧上网。有一天，他约到了这个网吧少女小青一起来做的这个视频啊。哦，你去看看嘴巴。这小青啊，今年只有19岁。据他自己讲啊，他呢，年纪不大的时候就辍学了。辍学呢，他好像就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工作啊。最后在偶然之间呢，就混迹在了网吧里啊。他一开始发现这网吧这个地方过夜比较好过夜，网吧里头嘛，你想想啊，有空调啊，环境还不错啊。你就这个地方打游戏打累了之后，就可以在这睡觉。所以他也开始过上了这种常年在网吧里头啊，这种生活。打游戏完了之后呢，出去搞点吃的，业余时间呢就做直播。啊！我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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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我赢这下播了！感谢哥哥，谢谢淼淼哥哥，感谢强哥哥，谢谢哥哥呀，感谢强哥哥，谢谢两位哥哥。谢谢哥哥呀，两位哥哥，我必须给两位哥哥比个大大的爱心。慢慢的，做这个直播过程中间，也就有火了，很多人开始关注他的视频啊。这个网吧少女小青啊，每个视频的开头呢，总是拍自己的2只脚。起床了。昨天晚上门外一直有人在敲门，吓得我一晚上没睡着。趁现在天也快亮了，穿上鞋子袜子去开门看看。那个小 A 呢，每天视频一开始啊，起床！兄弟们，作息终于调整回来了。我今天下午4点起床。他东西砸他那个屋子里头那些矿泉水瓶。起床了，起床了之后呢，去网吧开始打游戏。网吧完了之后呢，他也做一些直播，希望大家能够给他打赏啊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？就类似于像小 A 在上网的这么一个群体啊，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啊，它实际上并不是个例，挺多的。这一次，它普遍的都被给封杀了。那我看到的这个小 A 在上网啊，也包括这个网吧少女小 A 啊，让我想起来了10年前在深圳呢一个特殊的群体，就叫三和大神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在深圳的龙华区啊，那个地方啊，有个三和人才市场。这三和人才市场啊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才市场，它主要就是日结工。所谓日结工，你就当天打工，当天给你结算啊。那后来呢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，就在三和人才市场附近啊，聚集了一大批啊，专门打日结工的一批年轻人。这批年轻人呢，也有个特点啊，他也不愿意打长期工，就愿意打日结工。现在去那个集合的地方，刚刚交了身份证，然后等下去酒店。去酒店做什么？做服务员。多少块一天？12块钱1个小时。你准备做多少个小时？这个听酒店安排。好。当时啊，拍三和大神呢，有好几个纪录片，其中有一个纪录片呢，就跟踪到一个叫谭哥的年轻人。
这谭哥的年轻人呢，就在那个地方找日结工，带着他们去到一个香格里拉的后厨啊去打工。香格里拉那个地方呢，那是大家都知道5星级饭店嘛。这些人呢，走到后面啊，在电梯里都是一群呢找日结工的人。在电梯里头呢，他们还在那个地方讨论啊。我感觉跟顺丰有的一比。我觉得没有。顺丰有多累啊？顺丰比这里轻。我跟那个顺丰的话，要看你在哪一个位置。你在2楼的吗？大包你就死。赶快递嘛，赶快递来那么轻松嘛，赶快递准备找的嘛。我认识顺丰。你看有哪一个？赶快递赶小包头吧，小件差不多，看你大包嘛累死你去。哎，讨论来讨论去，路上的时候，谭哥还曾经说过一句话：操！啊，来什么？还要自己掏车费想回去。你要他的钱，他要你的命的，有什么办法？哎呀，他是不要脸，知道吧？哎呀，反正这东西，还是古人说的对啊，这个树无皮，必死无疑。对，人不要脸，但天下无敌。你看他们不要脸是吧？天下无敌是吧？还搞成一个集团，香格里拉集团是吧？对。他树没皮呀，必死无疑；人不要脸啊，天下无敌。我也不知道啊，他讲述的是那些他认为盘剥他的人，还是他们自己的这个群体啊？据他自己讲，香格里拉为什么需要这些日结工呢？就比如说临时有一个婚宴，这婚宴呢，那就需要特别多的服务员。在后厨里头就洗碗呐、然后端盘子啊，忙不过来了，那就会临时雇佣一些他们这些日结工。所以，龙华那个地方真的是个神奇的地方吧？多神奇！多神奇啊！小到做工地，然后满身灰尘，大到见中央领导，然后干干净净。对。这谭哥啊，就是专门找这个日结工，一天赚个100来块钱。赚完钱之后呢，他就去到网吧去打游戏了，也是在晚上的时候，8块钱就可以包夜啊。三河这个地方之所以能够聚集这么一批特殊的年轻人啊，也是因为跟这个地方的环境有关。这周围啊也是一个城中村，它聚集了很多非常便宜的出租屋，一天15块钱就住一个晚上，比较好的单间也就30-50块钱一个晚上。所以这批年轻人呢，就过着躺平的生活，只要干1天日结工，他就可以过上2-3天那种躺平的生活。就白天吃一碗4块钱的面，讲究是人玩，赚也赚了一点点钱，但是小散伙这些人呢，都是流浪汉。过年都没地方吃饭。我几乎年没涨价，过年都没涨过价。车票的是这个涨。过4块钱的面吃完之后，到网吧里头8块钱，你想想，打一晚上通宵的游戏啊，然后住一天也就15-16块钱嘛。那么他一天的开销可能也就30块钱就够了。那100块钱不就能过3天吗？等这100块钱花完了，再去打一个日结工。那么这一批人呢，后来就被日本的一家电视台 NHK 拍下来了。那么国内的这个纪录片呢，也有很多人拍下来。很多人把这个特殊的群体称之为三河大神。所谓三河大神，三河是他们那个地点，大神呢，指的是这些人呢那种与世无争过着那种躺平的生活。你想想，我们正常人的价值观都是教育大家努力奋斗啊，小的时候努力学习，然后工作的时候努力工作，然后呢再结婚生子，养育自己的家庭，最后呢努力奋斗向上，这是我们积极的价值观，对吧？但是这些三河大神们呢，跟这些东西全都绝缘了。如今大环境这么差，我一个3个人员，没房贷没车贷没后贷，我干嘛要为你工作为你卖命？他们自己呢不努力，不结婚，不生孩子，然后呢就过着那种近乎于极其低欲望的生活。我也不吃好的吧，对吧？我就吃4块钱的一碗面嘛，那这个人畜无害嘛，那你管得着吗？但是这些片子播完之后深圳市就引发了关注，后来对三河市场就进行了改造。改造呢，一个是抓了一批人，他们说这里头有一些犯罪分子倒卖身份证，
说这个地方没有身份证啊，就能可以干很多事情，就抓了一批人。另外呢，就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整治，整治的结果啊，就是这个地方的市容啊变好了，变好的结果呢，也没有那些便宜的出租屋了，也没有4块钱一碗的面了。那么你想想，这些山河大神们在这个地方就没法生活了啊！你租房子1个月至少1、2千块钱了，那不就躺不平了吗？你必须得努力了。所以那些山河大神就陆陆续续的离开了三河这个地方，那么就散落到全国各地去了，看不见了。看不见了，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嘛。这是我们中国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常用的做法，就是把社会问题啊从你的眼前驱离开、隔离开，这个问题就看不见了啊。那么这些山河大人跑到全国各地，陆陆续续这些年呢，因为有了这个抖音和 B 站，又重新出现了短视频的平台，所以包括小 A 在上网，也包括那网吧少女小青啊，他们都属于第2代山河大神。他们很多人也自称自己是山河大神。你比如说，在抖音有一个博主，就叫网吧大神小俊杰。这小俊杰呀，在抖音啊已经有118万的粉丝了啊，那都属于这个赛道中间的头部号了。他呢，就是辗转全国各地的网吧城市啊，他好像拍了4个省，有什么河南呐，有什么四川呐。他每到一个地方，就住在那个烂尾楼里头。这里是叙利亚豪华单间，是我住的地方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豪华单间，娇贵的小公主。然后呢，每天晚上就去这个网吧去打游戏，打完游戏之后也是如此啊，就在街上随便搞一点吃的，一共发了500多个视频，都非常非常的勤奋呢。这第2代山河大神呢，跟第1代的山河大神呢有一个显著的区别，就第1代山河大神呢，实际上如果不是纪录片的拍摄，这些人是进入不到你的眼帘的，你是看不见这些人的。但是这第2代的山河大神呢，多数都自己拍短视频。从某种角度来讲啊，他们其实还挺勤奋的。你说他躺平吧，但是他每天更新视频呢。那小 A 在上网，那每天更新视频呢，每天的一个视频8分钟、10分钟。那小俊杰也是每天更新视频呢。那每天更新视频啊，其实挺累的，那也是一门工作啊。所以他们实际上，你说他完全躺平吧，他还有一份职业，他的职业就是网上的视频 UP 主。你说他有一份工作吧，但他每天还是记录自己的真实生活，他这个自己的真实生活就是完完全全躺平的。所以这第2代的山河大神跟第1代的山河大神有所不同。这第2代的山河大神呢，有些人他这种生活啊，其实只是他的一种生活状态。当然了，他们很多人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啊，可能并没有想着做这个视频，他就是过着这种山河大神的生活。但是有意无意之间，通过短视频的发布，慢慢的，他其实啊，这种生活方式也变成了他直播的内容之一。所以当时网上就有人说，这小俊杰都100多万粉丝了，都已经蛮有商业价值了，他为什么还住在烂尾楼里头呢？因为他住在烂尾楼里头，这样的视频本身有吸引力。如果他生活改善了，天天住在一个自己的房子里头了，那你拍这个视频没人看了。这种视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，就是你得拍的相对比较极端，才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。你如果拍的不极端，大家就没有吸引力了。所以他其实啊，就陷入到这样一种他的生活里头了。哪怕他的这个视频号的粉丝再多，他必须还得继续在那种烂尾楼里头去生活。这其实也是一个悖论啊，挺有意思的啊。但是这里头就要讲到了，就是他们这些第2代的山河大神里头，有些的确是为了摆拍，他故意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非常惨啊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背后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。但是有一点，就他们这些视频呢，之所以能够在网上火，是因为他们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共鸣。你想想，就这种白天睡觉，晚上起来觅食，吃5、6块钱最简单的食品，吃完之后就到网上去打游戏，也不去找工作，为什么会火？这个视频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为什么会大家去给他点赞传播？就是因为很多人呢，觉得这种生活也不错，才会引起共鸣。或者说有些人想过这种生活，但他不敢过这种生活。他看到了有些人给他展示了这样一种生活之后呢，他们在内心里头觉得其实那种生活呢，也是他曾经向往的，
只不过他不敢堕落到那种状况，堕落到那种境遇里头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社会情绪的传染。大家都知道，今年9月份的时候，不是有个清朗行动吗？清朗行动里重点整治4种视频吗？其中这第4种中间啊，就是讲到了，他说你放大社会负面情绪，讲什么努力无用论，实际上针对的就是这种躺平视频这个赛道。你想想，小 A 在上网，就是这些人，是吧？你每天你就是不结婚不工作，然后呢也不努力，就去到网吧里面，你对这个社会没有用，你是一个对社会没有价值的人。那从社会统治的角度来讲，那肯定是不行啊。社会统治来讲，你得努力工作啊，你生孩子，然后做牛做马，这个社会才好统治嘛。但是现在小 A 在上网这些人呢，他通过负面生活方式获得了一种正反馈，这让有关部门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呐。你想想，这些人躺平了，不工作了，不努力了，每天就是过着这种颓废的生活，还能获得网民的点赞，还能获得经济收益，至少这种经济收益还能维持他的生活。不是吧？感谢自由哥哥，谢谢哥哥的比心兔兔啊！谢谢哥哥，感谢自由哥哥的比心兔兔，谢谢自由哥哥的比心兔兔啊！谢谢。按照政府来讲，这些人如果不工作，他们就得应该，咱不能说饿死啊，你得饿个半死。饿个半死之后呢，你不得不你就得去工作了吧？躺平那个不行啊。但是现在呢，你不但没有饿个半死，好像你还能活得不错，而且这种社会情绪还传染给其他人，带来负面影响。这种所谓的安卓人生，那是必须要打击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？政府之所以把这些小 A 在上网啊，什么网吧少女，这个小青啊，通通都给封杀掉，其中非常重要的理由就在于此。我就在想啊，其实任何一个社会啊，可能都存在这么一个特定的群体，就是有一批人他不愿意奋斗，他就是想躺平。其实在日本也是存在的，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一些特殊的群体，就在家啃老，不下楼，不工作，每天呢就躺在屋里头上网，过着一种废柴一般的生活。据说全日本呢有40万这样的人，就是啃老族。当然了，也有人统计啊，就是说在平成这个年代，由于日本进入到了经济相对比较停滞的这个时期啊，跟过去的那个时代相比呢，他们这个群体变得更多了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群体中间，你赶上了一个时代的浪潮，你努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用，所以导致了很多人呢就去躺平，就去啃老。但即便是在日本啊最辉煌的那个时代里头，那也有10几万这种啃老族啊。所以任何一个社会可能都没有办法彻底消弭这个群体。但是关键是我们这个社会怎么看待这批人，我们怎么对待这批人。那么相对来讲啊，一个健康的社会啊，颓废它不值得提倡，但是呢，你可能也没有办法通过驱离的方式啊，去把他们赶到那种你们认为有价值的那个社会群体中间去。我觉得一个社会中间可以做2步，第一呢，就是对这批人呢进行去关心、去救助，对吧？你比如说，你是因为暂时的债务危机导致了你无家可归了，那政府要想办法帮你摆脱你人生中间一时出现的困境，那这个社会是有这个义务的啊。我的房终于断供了，房子也要被查封了。我是19年买的房子，当时首付付了42万，然后每个月要还6000多块钱。去年夏天的生意不好，资金链断了，但是我才发现这3年月供一共还了21万，北京才还了4万多，剩下的都是利息。法院又给我起诉了，现在不光房子被查封了，银行卡都给我冻结了，现在就是微信、支付宝里拿10几块钱也不放过，最后还欠了10几万的额外的费用。我看那个他们拍的那些躺平的那视频里头，很多人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啊，他就是自己没有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摆脱这个能力了，他没办法，只能摆烂，只能躺平嘛。另外一个方面呢，还是社会要对这些人进行关心。一个人呢，如果没有人可关心，或者说没有人关心他们，其实他就变成了这个社会中间的一个原子。他哪怕不去报复这个社会啊，
他其实啊也会丧失跟这个社会共存共荣的一个动力。小 A 在上网啊，我看他拍的一个视频中间说的一段话，无意中间他流露出来啊，其实对爱的渴望。现在这个天太冷了，这还好我是在西安，没在东北。这要是在东北的话，你冬天不交采暖费，真的是过不去的。昨天晚上也是被冻醒了好几次，然后我就特别怀念，比如说小时候啊，我妈妈然后帮我盖被子，一想就觉得人啊，在被爱的时候总是觉得习以为常，但是你真的离开了那种被爱的环境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很苛刻的，被爱是一种很困难的一种奢求。看似平调的语调背后啊，我能想象，其实小 A 在上网是非常渴望这个社会对他的关心的。所以啊，我们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啊，不应该抛弃这些人。如果彻底抛弃这些人，驱离这些人，我们只是暂时看不到这些人他们本身的那种冷漠，他们自己本身的那种绝望，他们本身的那种平静下面的那样一种苦难。但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们视而不见的话，这个社会很难说是一个充满温情的社会，很难说是一个健康的社会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这个我们都不买，他是真的是，反正你是就走投无路了才去卖。对对，我卖身份证不算，做法人，对。突然间那个公司做什么违法的交易是吧？找带你去注册的那个，就是找你，因为你只是这家公司的法人嘛，就那样。那个东西可以说，你是怎么样被人家坑了，你都不知道，可以这样说。然后我听说过年的时候有一个在景德里有死了一个，有，在这里死的人好，基本上每年都有，每年就猝死的。谁？其实深圳唯一的好像就是你真的是走投无路了，去救助站，人家还是可以给2张泡面，给张车票留下的。对。还有你在深圳这些地方，你肚子饿得不行了，你是去街道办那里，他还是会给个饭你吃的。那边但是还是不好意思，没尊严。朋友都打上不用想，就是不想那些了，没几个先填饱自己肚子。现在也是，现在5块钱能吃饱，就挂面面嘛。如果干活的时候叫外面就吃饭，回来有时候也吃挂面面，为了省钱嘛。味道还可以。就是你在深圳找不到5块钱，这么大一碗，吃一碗都饱了。也就是说，老哥们最后的救命套餐。对。那3块面馆老板是好人，是好人，真的。在三河。只要你有10块钱，你也不用慌，也不用怕。主要一个面5块钱嘛，买瓶水够了。然后明天要干日节就活下来了，就那样了。其实说实话，咱俩颜色真差不多。因为他们说这种风凉话吧，就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们是完全不了解社会的构成。你说就是城市的小孩，再穷再苦的小孩，也不可能说去到工地上出大力，或者是下厂子干流水线，对吧？对啊。这农村的很多小孩根本师资力量就没那么好，然后他也没有说一个很好的上学的机会，得到教育的机会。就是说你学习再好，你也就是上个高中，很多就是，而且你要想明白，国家都统计过，上过大学的人，你就打败96%的人了。你想一下，说是普及教育，但是真的是高等教育的，中国普遍还是有点低的。对，所以说不是说什么来三河就是自甘堕落呀，或者不努力呀，不好好学习呀。你就是像农村那种条件，你再好好学习，可能能上大学的人也就是3%、4%了不起了。对，你看，比如说你是家里面有几口人还好，你如果人一多了，你不可能全都普及教育，是不是？那肯定有成绩好的，有成绩差的，那没办法啊。那社会就是这样，你不行人家上，那总要有些人要在底层要干点活，是不是？不可能妈的个个都做那种办公室，没人在外面干。